传说远古有神奇，将他的宝物藏在这圣山之巅，得者便可以掌控世间。文艺星火，时代同行。环球时报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制作团队邀请的嘛，我觉得都是大家都非常有诚意。一开始其实也挺懵的，没给动画电影配过音嘛。后来看到了这个片子的人物，还有整个故事，包括跟导演聊了一下，最后我觉得还是去挑战一下吧，去尝试一下。因为国产的动画电影都非常优秀嘛，我觉得参与也是一种荣幸，所以我就义不容辞，至少我觉得不容易。有经验的配音老师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一点。我是听着千晓的声音在配的，所以我听的时候就很有压力，他配的太好了。可能也是我接触的少，配音的方式可能跟拍戏不太一样嘛，因为拍戏我有对手演员，我们俩是互相交流着的嘛。但是配音的话，可能就是对着一个电视机去想象那样一个场景，去带入他的情绪去说出来，还是有难度的。尤其是最开始还没有完全找到17那个角色的声音的感觉的时候，那17该是怎样的去说话，他的节奏，整体的一个情绪。刚开始的时候跟导演交流是比较多的，觉得17是那种杀手音，非常的锐利，非常的酷。之前也有去看了一些杀手的那些音色，他们说话的一些方式跟我自己还是有点不同的，尽量的去往那种比较有气场去配，但是还是有点青涩。他也是个20岁的人嘛，没有那么老派那么成熟的感受，在不断的交流之中，然后去产生一个属于我这样一个人物特色的一个时期吧。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炙热、有温柔底色的这样一个人嘛。他没有朋友，他一心只想逃离这个环境。一开始的出场时，他只是想赶紧结束任务，拿到10轮去交给左先生，我就可以去开始我自己的生活了。他跟千晓的相处的过程中，慢慢展现出了17属于20岁少年的这样一个对世界有着探索欲。17他也是那种比较有少年感，但是因为他的特殊的成长环境比较残酷嘛，所以他整个人就是又有那种成熟，跟我有一点契合，有少年感的部分，但是呢，可能也有一点成熟的一些成分在啊。你看了你也会有情绪，就我看了我也会代入嘛，确实是很感人嘛，他们相处的每分每秒就是会让你有情绪的波动，然后你再把这些情绪说出来就好了。我觉得这个时间之子这个主题其实蛮好的，是一个充满爱与告别的这样一个故事。通过10轮这样一个概念，还有千晓跟17他们相遇到最后离别的这样一个剧情，回归到珍惜当下的这样一个场景，其实对我来说也是最感动到我的一个点吧。不管你的生活有多残酷，但是总会有你充满爱的那个瞬间，或者这样一个时刻也会过去，但是终究来说，活在当下，珍惜当下。每次的感受都比较紧张，我觉得跟观众见面就是一个又兴奋又紧张的时刻。但是同时对于我来说，每一个角色在当时塑造完之后，就是完成了跟这个角色这样一个告别了。上映之后跟大家见面，对于那个时候的自己，或者说对于角色，他就会有一些新的理解，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审视吧。很多观众他的一些感想感受对我来说都是比较新奇的，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待，有时候我自己都没想到。有啊，肯定有啊。我觉得不一定要去把它排解出来，跟压力学会共处也是蛮重要的啊。有时候压力会让你更加的紧绷你的神经，它可能就会让你迸发出更多的东西出来。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压力随着你慢慢的做到之后，它会让你更加的有成就感，这些压力它反而会让你更加开心。其实都是一个尝试吧。你就像拍戏，每接到一个新的剧本、新的人物，它也是有着压力，也是有着挑战的。因为每个角色它就是不一样，每个人物他的生长环境、家庭环境都是不一样的，
都是去对待新的事物一样去认识它，去成为它。这次配音的工作也是一样，肯定就是遇到想去挑战的东西，就一定会去挑战；遇到想去唱的歌，就一定会去把它唱了，没有必要对分那么清楚。那我今年一定要是80%在演戏上，10%在唱歌，10%在配音上，还是我分60%怎么着？我觉得这个你自己也决定不了。那你如果说你分了，你比如说你今年拍戏的量完成了，你唱歌的量完成了，那如果又来一个你特别喜欢的人物，那你是去挑战还是不挑战呢？在你的工作过程中遇到撩拨你心弦的角色，那我就一定要去这样一个方式吧。肯定有，但是不能透露。等到时候有机会了，肯定会跟大家再讨论。现在的目标就是做好现在的工作，这是真实的。《时间之子》是一部充满爱、充满温暖的一个故事。导演用他们的精细的画面，还有呢细腻的情感去编织了整个故事，创造出一个非常奇幻的世界。我也在里面用我自己的声音去饰演了17这个角色。希望大家都能够走进电影院去观看这样一段奇幻的旅程，去享受这一场时间之旅。